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本期视频，花花就来讲讲多肉植物的控养大法。其实，多肉植物出状态主要在于两个关键点：株型和颜色。株型是越紧凑越好，颜色也是越鲜艳越好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胖和上色。肉友们为了追求肉的状态，可谓是绞尽了脑汁，想遍了办法。但是多肉由瘦变胖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什么歪门邪道都不用学，只要学会控养大法就可以了。那么多肉植物到底该怎么控养呢？接下来花花就分享给大家4个控养要点。1. 控盆。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，有的朋友只看中了房子的大和漂亮，而忽略了它的舒适度，却没想到舒适度没有了，会让人的身体出现问题。同样的道理，花盆就是多肉植物的房子，在给多肉选花盆的时候，首要指标并不是大和漂亮，而是小和透气。所以说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控盆。所谓花盆的小，就是说花盆的大小要根据多肉的株型来选择，你不能用大花盆来养小多肉，因为这样不但会浪费盆土，而且会影响到咱们后面要说的控水。而花盆除了要小之外，还必须要透气，不然你浇一次水10天半月都干不了，多肉植物早就烂根了，还谈什么控养？而影响花盆透气性的因素，除了材质之外，更重要的是盆底一定要有排水孔。2. 控土。如果说花盆是多肉的房子，那么盆土就是多肉植物的床铺被褥。不管你的房子有多舒适，你的床铺被褥如果不合适，那么你在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，照样会影响你的健康。更何况我们人类只是晚上睡觉，而多肉植物可是时时刻刻都在盆土中的，所以说我们还要控土。多肉植物的盆土说起来也很简单，2个指标：干净无菌和透气排水。这2个指标首先就把原土给排除在外了。适合作为多肉盆土的质料主要有椰糠、泥炭等软质料以及各种颗粒土硬质料，然后把它们按照一定比例均匀混合配置。不过难就难在比例方面，因为各地的气候、个人的环境甚至养护习惯以及多肉品种的不同，所以配土也是没有所谓万能的比例。通常来说，北方配土的时候，椰糠或泥炭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南方配土的时候，颗粒土要更多一点。3. 控水。前面的控盆和控土，其实说到底，最终就是为了更好的控水。很多人觉得控水不好掌握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控盆和控土没做好。道理其实很简单，打个比方，如果是你用的一个不漏水的塑料桶来当花盆，盆土用的是原土，那么你浇一次水，有可能2-3个月盆土还没干透，等到干透了也就板结了。那你不管是所谓的干透浇透，还是见干见湿，都是个笑话。而做好了控盆和控土，接下来的控水就变得非常简单了。你也不用管什么见干见湿，也不用什么干透浇透，你就是看多肉植物的底层叶片，只要底层叶片变软的时候，再浇透水就可以了。不过这里也是要有一个试探的过程的，一开始没把握的时候，可以等叶片刚变软就浇水，下次可以变软后等1-2天再浇水，没问题的话，下次再多等3-4天。以此来慢慢找到肉耐旱的极限，让它有一个随时会断水的危机感，这样它才会本能的存储水分，从而变得越来越胖。4. 控光。除了水分之外，光照是多肉植物变胖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。道理同样很简单，多肉植物都会有趋光性，如果它所在的环境光照欠缺，那么它就会努力去找光照相对更好的地方，但是它本身是被固定住的，所能做的只有努力的伸长脖子，然后就是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弯曲了。而光照充足的环境中呢，多肉植物就可以懒洋洋的在那里蹲着晒太阳了，这时候肯定就是越长越胖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有条件，一定要尽量露养多肉，这样它既能得到充足的光照，通风度也能得到改善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光照充足的前提是要保命。比如在夏天气温超过28摄氏度之后再光照充足，那就是曝晒了，所以需要遮阴。而冬天则是以保暖为前提，如果入室保暖后光照欠缺了，那不妨加个补光灯来补充光照。如今已经进入北半球的冬季，还有2个月就要过年了，很多花友都会去花市上面购买好看的年宵花卉。花友们都把目光放在年宵花卉上了，很多花友都忽略了身边的那些好看的花卉。
像是家里面的多肉植物，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正好看的时候。为什么在冬天的时候多肉更容易出状态呢？因为多肉到了冬天的时候，花青素会变多，叶绿素会变少，这样显示在多肉上面的就是颜色越来越鲜艳了。叶子的周围很容易出现我们心心念念的红边，多肉的颜色就会变得鲜艳好看。再加上冬季昼夜温差大，像华东地区白天的温度在10几度，到了夜间温度接近0度，这样的条件下，其实是最适合多肉植物生长的，尤其是对于多肉植物出状态是非常有利的。多肉植物在光照充足和昼夜温差大的环境里，肉肉的叶色一天一个样，因此很多花友都盼着秋冬季节能给我们的多肉上 buff 变得好看。2. 冬天出状态的多肉品种。其实冬天容易出状态的多肉还是很多的，像红志莲、地亚、火棘、红宝石、乙女心、广寒宫、婴儿手指、桃蛋、桃美人、鹿角海棠等多肉品种都是在冬天容易出状态的。还有一种是非常耐寒的多肉，到了冬天的时候也非常好看，原本绿色的叶子上面也长出了很多好看的红色边边，这种多肉就是多肉中的耐寒王长生草。3. 冬天养护多肉需要注意啥？冬天养护多肉要注意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，我们要在温度、光照、浇水等方面注意一下。1. 光照。多肉到了冬天的时候，一定要多多晒太阳才行。光照是多肉出状态非常重要的一点，一定要将多肉放在家里面光照最充足的环境里养，南边窗台就很不错。要是家里光照不足，室外天寒地冻，不能把多肉放出去，想让一直也没有状态的多肉出颜色，只能动用补光神器补光灯了。有不少多肉在补光灯下出颜色的速度出乎花友们的意料，像奥普林娜、桃蛋、朱砂痣、月亮石、糖印、赫拉、大红袍等多肉品种，在补光灯下晒个5-6天就会上色，土长的现象也会有所改善。一般来说，补光灯瓦数越大，多肉上色的速度越快。如果补光灯瓦数比较小，大家可以把多肉放得离补光灯近一些。我给大家做过试验，多肉顶部距离18瓦补光灯的最近距离是7公分，这个距离多肉上色速度飞快，一般也不会被晒伤。朋友们如果用的是大瓦数补光灯，就要放在安全距离，避免多肉被晒伤。2. 浇水。多肉冬天浇水的时候一定要少。冬天水分蒸发的本来就很慢，花友们平时浇花的时候一定要少浇水，最好是控水养护多肉。冬天养护多肉的时候，1个月不浇水也没啥问题。记住，冬天给多肉浇水的目的就是让它得到水分去恢复植株，而不是去生长。如果我们一直正常浇水，多肉得到充足的水分就会快速生长，那我们辛辛苦苦养出的状态就维持不住了。所以我们要减少浇水的频率，盆土干了不要着急浇水，看底下的叶片，用手捏一下轻微发软了，证明盆土已经干了一段时间，它的主根并没有受损，只是少量的毛细根出现干枯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浇水，让它快速吸收水分，恢复底下的叶片，等叶片重新饱满了，花盆中又没有水分了，它就不会再去生长，就会一直保持一个形体，它就会一直保持颜色。这样停止生长以后，上色速度也会快，后期就能够一直保持。3. 温度。多肉植物最低所能承受的温度大概在0度左右，只要气温在0度以上，多肉就会安然无恙。在这个期间，你的多肉就可以一直放在室外露天养护，只要温度不下降到0度以下，室外的多肉就是安全的。要是低于0摄氏度，就搬进室内好好养护就行。冬天本身温度就是比较低的，就算是搬进室内，放在窗台周围，温度也是挺低的，这个低温的环境就足够多肉出状态的了。不过呢，有些地区冬天依旧可以露养，像是云南、广东、海南、台湾等地方都是可以露养多肉的。云南开挂区直接把多肉放在室外，空气流通比较好，再加上光照比较充足，多肉就很容易出状态了。以上是多肉控养大法所需要做的4个方面，这4个方面做到位之后，多肉植物由瘦变胖是非常简单的，株型变胖了，颜色自然也就出来了，再配合冬季的大温差，肉肉会长得又胖又鲜。其实总结起来，所谓的控养大法，无论是小盆还是颗粒土，又或者是控水和使劲晒，精髓只在于一个字，
就是虐，你越对它好，它越不好养，你越虐它不管它，它反而会来惊艳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可以用来养花的妙招，欢迎评论区分享给花友。如果对分享的内容有其他意见，欢迎及时告诉花花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